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最近天气不冷不热啊，非常适合做面包，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黄油餐包，口感暄软，香味浓郁，比超市买的黄油面包好吃多了啊！新研究的做法就和做馒头一样简单，绝对是人人都能在家做出来的好吃面包。那做这道面包啊，咱就以简单高效为主，就直接在面盆中加入200克的牛奶，100克的淡奶油，打入1个鸡蛋，大约60克，再加入60克白砂糖，最后加入5克酵母，把材料搅拌均匀。加入了100克的淡奶油，可以让面包吃起来奶香味道更浓郁。那如果不经常做蛋糕的朋友，可能家里没有奶油，可以换成同等分量的牛奶，就一共加入300克的牛奶。简单搅拌均匀之后，最后再加入500克的高筋粉，还有2克的盐，揉成光滑的面团就行了，就和咱们在家里做馒头揉面就一样的。相比做大部分的面包啊，还得用到凉的鸡蛋牛奶，揉面也有要求，而且很多面包里面放了黄油，揉起来面团也比较粘手。这道面包做起来啊，这些就都不需要考虑了，咱们在家做啊就更好操作了。面团就像做馒头一样，揉光滑就行。如果没有放奶油，就是放了300克的牛奶，可能牛奶有点稀，导致略微粘手，就适当的加点面粉调节一下，但不要加太多，10克20克的就行。最终把面团揉光滑之后，找个面盆盖上，让面团醒发上20分钟之后再来操作。这20分钟啊，面团也不会醒发的太大，主要就是让面团松弛一会儿，方便下一步的操作。现在的话，家里的温度也比较热了啊，得有20多度了。如果是冬天家里比较冷，可以多松弛上10到20分钟。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让面团变得稍微软一点，方便这一步的操作。这个大面团呢，松弛好之后，咱就可以分成15个左右的小面团，之后再简单的团一下。最后再把团好的面团搓成椭圆形，像小蝌蚪一样放在盘子里。全部处理好之后，用保鲜膜盖起来。那这一次啊，也不需要醒发太长时间，就看着醒发到5分，就是体积膨胀50%左右就行了。还是让面团变得稍微软一点，方便下一步的操作就行。制作之前呢，还需要再准备点黄油。咱们用刚在冰箱里取出来冻得很硬的黄油，把黄油切成有小拇指长，略微比小拇指再细点的条状，做多少个面包就切多少块。这一小块黄油可是这道面包好吃的重点。黄油切好之后啊，就立马来制作了啊，不然黄油一放就都化了。制作啊就更简单了，就是把刚才搓成条状的面团，窄的一侧啊擀得稍微薄一点，宽的一侧稍微厚一点，把一块黄油包在宽的一侧，卷起来就做好了。卷的时候啊，只需要记着啊，把这个黄油完全包裹在面团里，两侧不要露出来。这样做的话，比把黄油直接放在面团里来揉要简单一些，因为放了黄油的面团揉起来比较粘手，一般的情况下也得揉上个20-30分钟的啊。全部做好之后啊，就可以放入烤箱，正儿八经的把面包醒发上一次了。如果是烤箱有加湿醒发功能的，就方便了；没有的话，就在烤箱里放一盘热水辅助一下。面包是醒发到体积2倍大取出来，取出来之后，烤箱记得提前把温度先预热上。趁着烤箱预热的时间啊，在面包的表面再刷一层鸡蛋液，烤出来颜色更好。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这个做法这么简单，烤出来的面包会不会像馒头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相信我啊，是不会的。因为咱们啊，首先是真材实料做的，味道就已经很香了。第二呢，就是最后加入的这个黄油是比较重要的，可以让面包里面有层次感，就模拟出来那种比较复杂的面包的口感。还有就是烤的时候啊，这个黄油会渗出来一些，可以让面包变得焦焦的，反而口感更好。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是把上火预热到200度，下火180度，
放在烤箱的偏下层，就是保证面包在中间烤20分钟左右。不能独立控温的可以都用190度。那越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可能会略高一点，建议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5度。面包烤好之后是又香又软，盘子里会有一些黄油渗出来。好一点的黄油是比较贵的咱们不要浪费，就用刷子蘸着，再刷到面包的表面，还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我觉着这道面包也是老爷子发了这么多做面包的视频里非常适合新手的一道了，让大家也能在家里吃上好吃、健康、做起来又简单的面包。好了，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祝大家生活愉快。